或者大哥在美国待了10年啊，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美国你觉得到底安全不安全？咱们客观的说啊，不吹不黑啊。我要在当趟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紧张，是。但是如果在居民区，大概率问题是不大的。我个人觉得还好。作为一个居民的角度，首先我想说就是你说的很对，就是美国是这样，基本上大城市当趟都是很不安全的晚上。因为都是一些流浪汉呐、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瘾君子啊，救助站呐、全部都在当趟那边，然后警察又少。美国是这样，美国就是哪个地方哪个城市纳税高，哪个城市警察就多，是靠纳税人养着的。那通常呢，我们华人呢都会住在很好的区域，像这种区域呢，基本上是安全的。美国确实有很多那些枪击案呐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但是大家要理解，就是这个东西，美国有3亿多把枪在民间来流，那你说在这种制度、这种体系的国家下，人均1把枪，它的那个枪击率，其实你这按这个比例来讲，还是没有那么大的。对，只是它出来一件就是非常恶性，那这种东西是无法控制的，就是你碰到了一个意外，这种几率是很小的嘛，你不能把这种意外当做一个常态化的东西，不是说你在路上你就会遇到枪击。市面上流通这么多支枪支，你会不会有紧张？不会。就比如说跟人起冲突之前，你会不会想一下？会。就是认真的。对，会想。你不知道，所以这反而更安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都会想一想，因为每个人都会默认别人都有枪，所以就导致了美国其实美国有一点很搞笑啊，美国就喜欢骂街，美国人就是美国也有很多那种路怒啊，对，包括我自己也会有一些，对，然后但是大家都很怎么讲默契，就是互相骂。绝对，我们绝对不动手，就基本上就是互相骂，然后我们会竖中指，然后大家就说完了就直接走了，说完了你走你的，我走，就这样的。对，你骂你的，我骂我的，这样很少会有拿枪对打对射。对，这种情况有没有？也有，应该有，但是极端个例。对，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还觉得是安全的，但是现在确实美国。照比以前来说，确实一些像所谓的零元购啊，什么那些打砸抢烧啊，那些现在陆续在多发。洛杉矶、纽约这些大城市是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跟着那些政策来的。因为很多大城市现在它关不起犯人了，警察也不管，你报案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个监狱里养不起这些犯人，所以定下来一个很可笑的一个法律，就是$1000以内不立案。对，那个时候是对在旧金山嘛，我还带着客人嘛，我的车就大白天的时候，然后在大马路的旁边停，还是在唐人街，是非常繁华热闹的地方啊。对，然后我车停在那边，有一台车停在我的旁边，然后3个人下来，用差不多1分钟时间把我的车洗劫一空。对，像一个笔一样的东西，一扎，然后砰一下。对，这是我们调监控的时候看到的。身边朋友真确实都有，路上被抢劫啊，对，在奥莱啊什么的，因为他们就针对着华人。奥莱那他怎么抢啊？就是直接就单枪把他拿着武器就行。很少拿武器，就直接就咣给你几拳，不打你，就把你东西就直接抢走，拽走就跑了。就是也不是懵了，站在也不伤人，然后我就真是闷了。那倒没有说伤人，倒没听说。倒有的，有确实，这种确实有，不是说你只要一来旅游，只要去这边购物，你就会被抢。这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但是你要说有没有呢？确实有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常态的东西。就是我建议就是宁愿多花一点钱，住在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区域，然后不要去走尤其晚上的时候，不要去那些人少的地方。对，因为而且开车一定不要往座位上放任何的对能让人吸引人的东西。这个确实是，美国偷的不多，因为偷东西难度技术很大呀。技术是个技术活。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华人在网上天天拍美国不好，去那个什么那些1街2街那些downtown那些很脏的地方去拍，然后很多流浪汉，你看这就是美国现在全部人都吃不起饭了什么的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客观，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报道。但它也是美国的一部分，这也当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哪地方都有好的，但是它不代表美国，因为那种人是小众群体，你懂吗？对，
他刻意的制造一些危险的话题，现在确实有一些冲突在里面。然后你突然说一个美国好的东西，大家会觉得不应该，就是美国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不能整天去看国外有多么不好，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他们是好，这样我们才能去进步，对吧？你天天看到的是别人不好的东西，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就是美国到底安全不安全，就是这个东西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相信生活在这儿的华人，他既然愿意生活这么多年，他就不会觉得这儿特别的不安全。实话实说啊，要不然他早就走了啊。如果你觉得相信这不安全的人，也不会挤破脑袋往美国来，对吧？所以一切都看怎么想。但是如果你说安全，我还是觉得我在中国安全的不得了，我太舒服了，我天天往哪儿出去溜达。感谢我玉哥啊，好，摁一下。